心里还是暖洋洋的。毕竟是去了你的娘家，也是兵归一处，将打一家，共同杀敌。也因此，我对他有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情感，尽管我从不承认这种情感。 连长，你看这里，看看，长空警戒！哎，好像是友军的飞机啊！连长，后面还有几架日军的飞机。 咱们的友军竟然落到鬼子那边，连长，咱们包围他吧，这也太远了。三班长，到，你带一个班，从树林后面包抄过去，看能不能帮上什么忙。是，三排，跟我来。那边找到没有？没有。那边找到没有？没有。继续找。人在这儿呢，找到了，在这儿呢！快快快！快跟上！
怎么了？出什么事儿了？太原机场来电，下午3点，刘长岭与日军陆军第3飞行师团在空中遭遇，激战后，他的座机未能返回太原机场，他失踪了。兄弟，我们是八路军，我们来救你了。谢谢兄弟，不客气。兄弟，队长，兄弟，兄弟！我亲爱的，远在大洋对岸的纽约听取，也就在我对你们广播说话的时间，成群结队的日本轰炸机任意地穿越我们首都的上空，从容散布死亡。而最恐怖的，日本轰炸机把残杀我无辜平民作为日常工作，无数的家庭惨遭摧毁，成千累万的人民同时死亡。日本军阀为
打击中国是屈服而采取的手段，在逐日升级。他们不仅践踏了国际公约，并且灭弃了人道主义最低限度的原则。过去以来，我们所目睹身受的可怕暴行，简直没有适当的字句可以形容给你们听。如果说日本的行为是我们意料的，然而民主各国显著的冷漠，与日本军阀可怕的暴行同样足以惊人。即使我们用最悲观的态度来推测，也想不到你们美国政府竟会禁止船舶运输军火来华，并且拒绝颁发赴华美籍教练员的护照。若是日本飞机轰炸我国城市可以不受制裁，就没有理由不相信他们的军队日后不向夏威夷推进。那里与加利福尼亚相距咫尺，谁能保证他不来侵犯贵国的领土？如果美国不与日本制裁，以经济封锁来惩罚他的侵略，反而按照了他的订单供应军需品，那么他们征服亚洲、统治世界的野心计划，或许在最短的时间就能实现。克莱尔，坐。夫人，也许我对你们的同胞说的太多了。不，夫人，应该让我的同胞们知道这里正在发生的一切。克莱尔，你大概已经知道，日本第10军总共4个师团已经对我海岸增援了。是的，我已经听说了。我还听说了最让我担心的事情，他们也许会在我70万中国守军的背后登陆。所以，我要找你帮忙。目前南京，我们已经没有用于作战的飞机了，只有你那架英式飞机。从今天起，你每天假期飞往那儿看一看，弄清楚他们的登陆点。没问题，夫人，我可以办得到。可是我知道，这对你来讲是非常危险的。事实上，就飞行速度而言，英式是目前中国上空最快的飞机。只是很可惜，它没有武装。不要假装武器，用你的速度躲过日本飞机，这样可能会安全一点。我明白了，现在可以出发了吗？拜托了，上去。机械师，机械师，上校那边。哎，这美国佬干什么呢？说哎，接着吧，哎，洗白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上校受夫人的命令，驾机去沿海寻找日军第10军的登陆地点。啊，这时候怎么起飞啊？你看这都忙着呢，你看。事关全局，必须马上起飞，别打了。不是，那不找死吗？小鬼子3个巡逻队在空中巡回，咱哥儿几个都在这儿1个下午了。哥们，赶快干活去，把上校的飞机从掩体里拖出来，加满油。打牌。我再说一遍，马上干活去，别给咱们中国人丢脸。不是我们怕死，我们是替美国人着想。大将机场就这么1架宝贝飞机了，满道都是弹坑，我们是怕他肉包子打狗，有去无回吗？哎呀，来，
不玩了哈。哎，你看人家美国人都肯这么拼命，对不对？咱们别玩了啊！哎，该干什么干什么去。走，不玩了啊！走吧，快点，走，不玩了。来，快点啊！他们刚才到底在说什么？他们说，上校真是好样的。胡少校，我这只耳朵是有点聋，但是还没有聋到，听不出来他们说的是什么意思。打掉他，绝不要放他回去。够不着要开火。我警告你们，必须重新布置空中封锁。今明2天，金山卫上空，绝不允许任何一架敌机闯入。司令官，坐。大总，什么事儿让你发这么大火？司令官，我警戒中队报告，刚刚有一架支那空军的波音飞机高速闯入我第10军登陆舰船上空，我8架9路舰战拦都没有拦截住，波音飞机朝南京方向飞去，怕就怕是敌人的侦察机，我担心我第10军登陆地点已经被支那人掌握。好了，既然跑了嘛，就让他跑吧。即便是支那人，现在知道并且掌握了登陆的地点，也已经于事无补。管了，近10万人的2栖登陆作战，对于一盘散沙一样的支那人来说，他们根本就没见过，更不可能阻挡。更何况，从华北调来的我帝国陆军的第16师团，也将于近日到达。可以说，淞沪战场谁胜谁败，已成定局。可是到目前为止，最让我担心的还是大佐你这里。部下愚钝，不知有什么地方让司令官如此担心，请叙示。第10军一旦登陆，其剑锋所指，绝不能仅仅只限于上海。支那人的首都南京，也必然在其奔袭之内。还有，在我帝国海军的强力打击之下，支那空军彻底的溃败就在眼前。孙承军，嗨，为了不使所有的风头以及战争的一切荣誉都让陆军抢了去，我们海军必须对南京保持绝对的制空权。我不明白，司令官，支那空军的所有飞机已被我全部扫荡，再无还手之力。据可靠情报，红色苏俄正在将上百架战机转入中国，目前正在西北的兰州集结，不久将被调往南京。为了不使他们于丰满之后出现在你的面前和你对抗，你必须在他们尚未成军之前，也就是他们还在栾窝一样的摇篮里时，就把他们统统掐死。可是司令官，海军向西北部偷袭的只有2支远程战略轰炸机队，一支是陆乌航空队，再一支
就是目光京航空队。调陆务航空队，即日进驻北平南苑机场，待机奔袭，不惜一切代价，必须将这批苏俄援华的全部飞机，统统地击毁于地面。Hard！把115叫黄莺，管116叫燕子，让你的黄莺放开飞，给中国同志们看看它有多灵巧。燕子在速度上完全超过了96舰战。少校，你和96舰战做过战，你觉得他怎么样？谁怎么样？当然是我们的燕子。只有试过了才能知道。很遗憾，要等1个半月之后才会有结果。不，我想应该很快就会有结果了。副司令官，我能去试试吗？不，要想驾驶燕子，你们至少还得有1个月的专门培训。让他试试吧，安德诺夫将军。这小子现在飞的机型，至少已经有20多种了。可以吗？总政委同志，中国飞行员对116很不熟悉。我这个总领航员的权力只限于领导苏联公民。你至少先让他看一看116的飞行手册，要弄清那些电门开关就很难。巴德诺夫将军，我们的飞行员在地面待的时间太长了，你得理解他们，让他们试试。你看他现在。是不是需要1个月的训练？我们得再商量了。我听说你的前妻是俄罗斯人，叫贾维拉。不，小加利亚。哦，他是哪里人？是彼得堡人。
哦，列宁格勒人，我也是列宁格勒人。你的那套飞行动作非常的实用，没有一点花哨，真是太棒了。原来呢，我们也是这么飞的，后来被日本人逼得让你必须动作简单。其实，在空中漂亮是没有用的，最终会被人打下来。你不是在说我们吧？当然啊，我没那个意思。我想说的是，我们在空中不是为了漂亮，不是为了表演，是为了生存。你让我们感到意外，也让我们清醒。我们总以为你们太弱。列宁格勒人，我特别有兴趣知道你们是怎么看我们的。没关系，我不会在意的。其实这方面，陈纳德上校是最有体会的。起初他认为中国空军不可能坚持3个礼拜，可是我们做到了。我们知道那个美国佬，他不过是个资产阶级看客，我们与他不同，我们是来与侵略者直接作战的。我注意到你在空中一直在垂直面上机动，能告诉我为什么吗？其实道理很简单，日本的96舰战在平面机动性很强，我们的116呢，只能在垂直面上寻找到机会。看来我们真得好好的合作。上校，你和你的俄罗斯前妻为什么离婚？是感情不和吗？说实话，我们的情感很好。她是白俄，你们国家的10月革命把她赶到了中国。后来我们结了婚，还有了2孩子。突然有一天，委员长命令所有的飞行员不得与外籍人员通婚。加尼亚不忍心我放弃飞行，所以忍痛离开了我。我现在妻子是上海人，住在南京。是这样，白俄这个称呼很有意思。相对于红色俄国，红色近卫航空团。上校，这个世界不能以简单的颜色来划分，也不能以人种和国籍来划分，对吗？你可以叫我威甲，我的好朋友，他们都这么称呼我。云天，你知道这是一首什么歌？不知道。这是苏联影片《侵击者》中的插曲。我在苏联生活了2年，这是个令人难忘的国家。是啊，红色近卫飞行团需要半个月才能交接。这已经比原计划要提早1个月了。啊，对了，你们对接收115、116有没有把握？如果跟后壳3相比的话，俄国人的飞机是糙了点，不过性能还是很强劲的，就跟俄国人的性格一样。你说对了，设计这2种飞机的是一个叫布列卡尔波夫的人，他是在监狱里设计出来的。监狱？对，布列卡尔波夫最早设计的飞机在试飞的时候，不幸落地坠毁，斯大林就毫不客气地把他关进了监狱。也怪了，这不到1年的时间，他就设计出了最优秀的原型驱逐机。斯大林马上又释放了他。也正是在原型机上设计出了115、116，这目前是全世界最优秀的机械，比西方领先数年。这么说，天才有时候也需要在高压中成长起来。曾饮醉酒鞭名马，生怕情多累美人。君主用人，历来如此。西班牙内战，苏俄的这2种飞机都出现了，但是却被德国的
ME-109大的大补。为什么？苏俄人的设计理念历来是把机动性和速度分开来考虑的。你看啊，15考虑的是机动性，16考虑的是高速性，而德国人则是把灵活和速度合二为一。那这么说，日本的96战舰既有速度，又有稳定性。云天，你们4大队不仅仅只是接管了飞机，而更是要掌管这2种飞机不同的特点，用你们娴熟的空中配合来弥补飞机设计的缺陷，在空中用你们完美的空中组合来共同抗击敌96舰战。明白了。哦，副司令，厂里那边至今还没有消息吗？有消息了。来来来，再喝点，再喝点啊！再来。够不够啊？嫂子，够了，真够了。啊，别客气，多喝点啊。谢谢。哎，张队长，啊，我发现你们这儿的狗怎么不叫啊？别说是狗了，连一声驴叫也不会有。我们在这一带游街，晚上来往交通越近啊，越安全。那这狗见了生人得叫啊，驴也得叫啊。你瞧门口那只狗，刚刚进门前啊，我丢给它一个饭团，里边缠着女人的头发呢。瞧这会儿，光顾着挠牙呢。你看，哎，还真是啊。俺们家那驴呀，一到晚上，那尾巴都得拴到磨盘上。为什么呀？你没见驴叫的时候，总得撅尾巴吗？你要把它的尾巴给它扎住了，它就叫不起来了。附近这一带啊，总有鬼子出现。这白天什么也干不成，只能等到晚上。你说这一天这个憋屈啊，这太阳像被绳子捆住了一样，就是不肯下山，让人心里啊着急上火的。张队长，我发现你们八路军有个特点，就是正规军不多，这游击战士倒是不少啊。就得户户壁垒，人人皆兵啊，要不哪儿来的交通线啊？都是鬼子占领区，你不这样不行啊。老实说，我对你们挺钦佩的。这不仅因为你们用生命救我。队长，太原来的人到了啊！快请，快请。谢谢。你看，哎呀，你可让南京的诸兄都想死了。让南京站站长老潘亲自来接，兄弟实不敢当。哎，接到八路军方面的电报，邹长官是喜极而泣，谁都没告诉我，命令我立刻来接。如今不比往常，这一路可是不好走啊。哦，对了，夫人也知道了，还特派了专机等在太原。谢谢老板。
喂，是这儿，对，是，对，在这儿。同志，直插过去。部长，夫人电话。夫人，是。中浩夫人，北座没有在我们这里。您问问陈总长呢？什么？金山卫？不可能吧？到目前为止，我们没有接到任何报告。好，我马上查一查。夫人说，她的美国顾问告诉她，日军的第10军正在金山卫登陆。啊！就是在这里，这儿。如果登陆消息确实的话，部长，那就像致命一刀，只差。楚王好细腰，宫中多饿死啊！我们的委座就是这样一个人，有什么办法呢？他高兴起来，可以把电话打到炮兵前沿的连阵地上，隔着3级司令部把他们调走。你又有什么办法呢？那就是一个满嘴假牙、一片真诚的老先生。谢兰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刘长岭找到了。放你半天假，去迎迎他。